今天的题目是你的守护灵的特质，以及他想对你说的话跟建议。那今天的选项就这4个。那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圆形的链子，感觉就是很像说跟谁有联系，所以就用手链来当选项。那第一个就是珍珠手链，第二个就是一个素素的金色的链子，但是有星星的坠饰。那第三个就是比较异国风情的珠子串成的链子。那第4个就也是比较素的银链，然后它是有杠，然后跟链子这样间隔的。好，那就1、2、3、4这4个选项选一个，然后就守护灵特质跟想对你说的话跟建议各抽3张，共6张。好，那来看第一个选项，就看抽到珍珠手链的人，选择珍珠手链的人的守护灵特质，以及他想说的话跟建议。那选项1的人，我觉得你的守护灵就是很有能力，然后很有地位，然后是对你是充满包容跟爱还有关怀的。然后他可能就是也是比较象征说带有艺术天赋、美感、审美观很好的那一种，但是与此同时，他是那一种比较搞怪的，就是有那一种比较不循规蹈矩，不会
遵循就是传统的方法去做事的类型，就他可能蛮投机取巧的，可能会靠一些小聪明跟投机取巧的方式，让事情进展得更快、更顺利，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像希腊神话的神明那样，就是有很多的缺点，不是像大家想象中那样子，就是很完美，或者说很一本正经，道德标准很高，不是，可能不是这一种，它是比较会会有一些小聪明，然后让事情发展的更顺利的类型。那他想对你说的话，就是可能就是他就是说，你是就是很有能力的，你其实很有才能，然后可能身边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助力，其实你是都很好的，但是只是说你有的时候可能你会想比较多，或者说你总是会觉得说你要就是不能够只看眼前，就是你会想要做比较那种长远的规划。可是你可能有的时候因为这样子，就是求这种尽善尽美，反而就会降低你的行动力哦。你的行动力就会因为你这样子想很多，总是会想把事情都规划到好，想到好以后，然后再去做，可能就会让你的行动力就是会变得比较低啦。就是你明明就是能够可能可以去做更多的事情，但是因为你想的太多了，就反而会把自己困住。但是我觉得他就是要跟你说，就是说，其实你是很有能力的啦。其实你就是想做什么，基本上都是可以做到的。而且他本身也是很有能力，然后关心你的。那可能说明他为了帮助你，也会不择手段的帮你啦。就是运用一些小聪明，然后让你可能一些难关都能够过去。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做好计划是很重要，但是不能够为了做好计划，然后停下脚步啦，有一点这样的意思。那第一组这样，那如果有各张需求的话，就可以看一下资讯栏，然后看一下第二组，就选择金色链子，然后有配吊饰的。看一下这一组人的守护灵的特质。是什么？然后想说的话跟建议，想对你说的话跟建议。
嗯。那你的守护灵也是很有能力的，很有地位的，然后也是对你很关怀、很包容，然后就是也是就是比较有艺术天分的，很懂得欣赏美的事物跟创造美的事物，然后就也是那种比较有手段的。就是会运用一些小聪明或者是不符合常规的方式，然后去更快的达成结果，对吧？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是搭配一个权杖七的逆位，因为权杖七就是比较是靠自己的努力去突破困难、克服障碍，但他是比较靠小聪明，靠一些手段。非常规的方式去克服障碍。不过他是有能力，然后也很关心你，所以他可能其实跟第一组跟第一组很像啦，就是他可能会透过很多就是非常规的方式来帮助你这样子。就是想尽各种方法来帮助你。所以就是说，你们的守护灵其实都是很强大，然后就是对你很关心的。那第二组牌的人的话，我觉得就是说明他就是觉得你是那种，其实我觉得女王牌的话，本身应该就是财富、社经地位，就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应该都不错。然后本身能力也不错。那同时就是，权杖女王她是比较热情的，然后对别人是比较主动关怀、主动付出的。就是就算可能别人没有要求，或别人没有跟他求救，但他可能看到需要帮助的人，他就是会自己很自觉的主动上去帮忙。那你可能就是这样比较会主动去帮助别人、关怀别人的人。那所以说，他就是说，哦，你这样有能力，然后很热心，然后很关怀别人，这是一件好事，是好的特质啦。但是你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因为这样会把自己搞得太累，或者说老是觉得什么担子都要往自己身上背啊，就会背负太多的责任。其实有的时候是太沉重了，就是虽然这是好的特质，但不需要这样。就你可能还是要量力而为啦，你还是要稍微关心一下自己的身心状况，就是真的自己是有余裕的再去帮助别人。就是你可能有的时候关心别人以外，要多关心自己的状况。就是说这些责任不是你的责任，你有的时候很累的话，其实是可以
不是属于你的事情的话，你是可以放下的。你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提醒你，要放过自己，不要把自己逼得那么紧。那钱币十的逆位的话，钱币十本身就是在钱方面，或者是一些资源比较偏实质利益方面是很丰富的。就我觉得也是说，你可能是会为了帮助他人，就是你本来是哦很有钱的，然后资源很多的，然后也是因为就是你可能都是为别人付出啦，所以这些资源跟钱财就会散出去。所以就是说，你在关怀别人跟帮助别人之余，就是要好好的。我觉得并不是叫你不要帮别人，或者说不要关心别人，只是说，你要评估状况，然后可能我觉得也要小心，你要小心说别人是不是在利用你，或者说他是不是一个值得被你帮助的人。我觉得如果说你发现说，可能帮这个人搞得你可能身心俱疲，然后可能他都没有长进，那我觉得你可能就要好好考虑一下，是不是真的，或者说是不是要换一种方式，不要说是不是真的要帮他，起码是不是要考虑一下，会不会这一套帮助他的方法不适合，行不通，这样。但我觉得他就是说明说，你是很有能力的，然后可能经济能力、社经地位都不错，然后同时还能够这么的关怀别人、关心别人，这是好的。但是不要为了说帮助别人，忽视自己的状态，然后把自己搞得太累，然后又可能钱财的流失，就是也是要注意。就是因为你是这么有大爱的人，所以你可能要好好的判断一下，你帮助的对象值不值得，还是可以帮的，还是可以帮，只是要多关心关心自己啦。其实就是提醒你要多关心关心自己，不论是自己的心理、身体状况，或者说钱财，你在帮助别人之余，可能要多注意自己的状况。那第二组就这样。那有个占需求的话，可以看一下资讯栏。然后第三组就是这个比较异国风情的彩色珠珠链。那看一下选到第三个选项的人的守护灵是什么样的特质？然后想对你说的话跟建议。
那你的守护灵的话，它就是比较，它也是很有能力，然后很有地位的。那可能掌管的会是跟金钱、财富比较有关系的。然后同时，它也是那种，他虽然就是很会赚钱，可是他可能也很懂得享受，所以也是会比较说会花钱，就是他就是会用自己的能力去做这些享受的事情啊，甚至可能有的时候是会超出自己的能力的。然后可能经历过很多那种可能被背叛的经历啊，然后才到达，才升华到达可能今天的这个地位，然后才具有了就是这么多的能力跟地位，这样就是说是苦过来的人，不是那种不是那一种就是一开始就很好的人，就是经历过一些考验跟磨砺之后，才变得很有能力，很有地位。那你本身就是也是跟他一样，就是很有能力，然后也是说是很会赚钱的啦，因为是钱币女皇嘛，所以说你其实也是很有能力的，然后可能也是有不错的社经地位，同时自己也是很会赚钱的，就是钱币女王、钱币国王都是。虽然女王跟国王都是很有能力跟地位，但是钱币系列的话，就又会跟财富方面就是尤其在钱财这一方面是特别有天分。只是说，钱币牌同时也是那种比较稳定跟保守，所以可能你的个性有时候是会有一点太过于固执哦，所以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想法要柔软一点，就是或者说，更开放一点，更能够去接触新的事物，或者说他人的建议啦，并不是叫你说一定要听从他人的建议，或一定要顺应潮流，不是。但我觉得你至少可以去了解，起码可以去了解说，哦，为什么这个人会这样讲，或者说为什么现在的潮流是这样，趋势是这样。就是可能我觉得是提醒你说，你的心灵可以再打开一点，这样。那宝剑国王的话，一般是说在道德算是在这些女王、国王牌当中，宝剑国王算是比较严苛的，然后比较高道德标准的。
可是这里是逆位，所以我觉得它应该说是一个提醒吧，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提醒你说不要说为了钱财啦，去做一些可能违背正常世俗道德观念的事情，就是说，你有能力，然后你很会赚钱，但是有一些底线还是要遵守的。就是可能每当你心里有一些不好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这张牌就是在提醒你，有一些底线还是要遵守。这样。好，那第三组牌就是这样，就是可能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啦，不要说做一些太违法乱纪的事情，然后要保持接受新事物、接受他人意见的比较开放的心境，这样。好，那第三组就这样。然后如果有个占需求，可以看一下资讯栏。然后第四组选这个比较素的银链的人的守护灵是什么样的特质，然后想对你说的话跟给予的一些建议。
你的守护灵可能是那种比较需要孤军奋战的人，就是他比较是可能周围没有助力的类型，所以比较需要靠自己，然后都是靠自己踏踏实实的努力来突破各种困境的，然后可能周围也没有那种主动会帮他的人，所以他可能就是都要靠自己。你的守护灵相比较来说，相比起前三组来说，可能比较是还在成长的阶段，所以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神通广大。不过，你本身的能力是好的，就是魔术师牌跟就是你本身算是说各种事情你其实都应该是蛮擅长的，然后也非常的有创意、创造力，可能点子也会非常多，思考是非常的活跃跟灵活的。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抽到魔术师牌的人，其实基本上你可能哪一个领域都会，就是你可能做什么事情都是比别人要容易快上手。那同时你又有圣杯骑士，那说明哦，你不但自己有能力，你还是很会跟人家沟通的，就是非常的善于跟人家谈判，跟人家周旋。或者说需要协调的事情也都是找你就对了，就是可能你各个领域的才能都不错，除此之外又擅长跟人沟通，就基本上就是你自己本身就很厉害了，只是说可能就是你就是什么都会，什么都擅长，就要小心，就是可能会变成那种样通，但是样样松，就是因为你可能就是你如果说是那种因为什么都学得很快，然后你就什么都碰一下，但是可能碰一下，稍稍碰到瓶颈了以后，你就马上就转换跑道了，你可能就因为你做什么都可以，就有可能变得不会在一件事情上专精。那就是可能提醒你说，你不见得要因为你什么都会就什么都学，或者说你可以什么都学，但最好，我觉得他就是在提醒你说，最好还是有一项技能是学到真的精通的，学到真的专业的，就是你不用每一项都学到专业，但我觉得他就是在提醒你说，你至少你有这么多才能很棒，但是你至少可能要挑一个，把它真的学到专精，就是几乎没有人比你更厉害，至少挑一个，认真的去做，去栽培，去培养。那基本上你的选择很多啦，你就自己挑一个去把它磨练到专精，可能对你会比较有帮助。对啊，就虽然说你的守护灵可能就还在成长阶段，不是像前面几组就已经是女王了、国王了、皇后了，
就已经是很有能力、很有地位了。你的守护灵还在成长当中，但是你本身是很厉害的，只是说要稍微的不要就是什么都沾一点，什么都沾一点，有的时候要专注的培养跟做一件事情。好，那第4组牌就是这样。那如果有个占需求的话，就可以看一下资讯栏。